同学们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习五脏的第一个脏器肝。肝为肝脏，肝为将军之官。肝主要从3个方面来学习：一是肝的定位，二是肝的生理和病理，三是肝的连属功能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看中医的肝在人体是如何定位的。肝位于腹部横膈之下，在右侧的胁肋之内，所以右侧的胁下的这个肝脏就是属于肝的定位。但是中医的肝不仅仅是右胁下的这个肝脏，中医的足厥阴肝经也是属于肝的定位。足厥阴肝经起于大足趾，始于足内，环绕生殖器一周，抵小腹、夹胃，属肝络胆部胁肋，最后上达到丁点的部位。所以少腹、生殖器、乳房和胸胁以及丁点等等，这些都是属于肝经循行的部位，也都属于肝。我们知道了肝的定位，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肝的主要生理功能、连属功能以及相应的病理变化。首先我们来看肝的主要的生理功能。肝的第一个生理功能是肝主疏泄。疏是指疏通，泄是指发泄、生发。肝为肝脏，在五行中它属木，主生主动，所以肝具有疏通、调达、生发、调畅的功能。肝的功能对于调节全身的气机、推动血和津液的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。所以《素问》说：“肝者，将军之官也，谋虑出焉。”肝的疏泄功能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。首先，肝能够调节气机。气机是一个地道的中医学的概念，它是指气的升降出入的运动。当肝功能正常，也就是疏泄功能正常，人体的气的升降出入的运动就正常。气机调畅，全身的气血合调，经脉通利，五脏六腑的功能活动也就能够正常。如果肝失疏泄，则气机阻滞。首先它会阻滞在肝区，或者是肝经所循行的部位，比如胸胁、乳房、少腹等等，这些部位会出现胀满疼痛，甚至也可能会引起肝气上逆，导致头晕目眩、目赤肿痛，容易烦躁易怒、丁点痛等等症状。这是肝主疏泄功能的第一个表现，调节气机。肝的疏泄除了调节气机之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就是调节情志。肝气调畅，人的心情就比较开朗。肝功能失常，也就是肝失疏泄，不能够调节人体的气机，人体的精神就会出现异常。当肝疏泄不及，就会表现精神抑郁；当肝疏泄太过，就会表现烦躁易怒。反之，反复持续的精神抑郁、烦躁易怒，又会导致肝失疏泄，引起肝气郁结。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，调气机和调情志相辅相成，互相影响，它是肝主疏泄功能的主要体现。所以当气机失调引起的胸胁胀满疼痛、乳房胀痛等等，以及情志失调而出现的情志抑郁或者是烦躁易怒等等，都是肝失疏泄的定位症状，我们又称为必有症状。肝主疏泄除了调气机、调情志之外，还可以来帮助消化。肝的疏泄功能主要是通过调节脾升、胃降以及调节胆汁的分泌来帮助消化的。如果肝的疏泄功能不正常，脾升、胃降就会出现异常，胃不降会出现纳少腹胀，脾不升就会出现便溏，这就是我们中医上讲到的肝胃不和，或者是肝脾不调。肝失疏泄不仅影响到脾胃的升降功能，也会影响到胆汁的排泄而出现异常。它会出现腹胀、腹痛、口苦、黄疸，或者是不想吃饭、厌食等表现。这是肝主疏泄的第3个方面的表现。肝主疏泄第4个表现还体现在能够调节人体的生殖机能。肝的疏泄功能有助于男子排精、女子排卵和月经来潮的功能。
当肝疏泄功能失常，男子的排精和女子的排卵就会异常，或者是女子的月经失调，从而导致不孕不育症。肝的疏泄功能对女子的生殖机能尤为重要，所以有女子以肝为先天之说。肝除了有疏泄功能之外，还有一个主要的生理功能，就是肝主藏血。肝具有贮藏血液，可以根据需要对人体各部分的血量进行调配的作用。唐代王彬说：“人动则血运于诸经，人静则血归于肝脏。”这也就是说，当人运动的时候，肝血就会分布到全身，供全身使用；当人安静的时候，休息的时候，人体全身的血液就会回流到肝脏，可以养肝。如果肝不藏血，肝血不足，就会导致月经不调的病变。肝血不足不能够荣养，也会导致爪甲不荣、两目干涩或者是夜盲等等。如果不能够濡养经脉，就会出现经脉震颤、肢体麻木、取身不利等等。肝血可以滋养肝经，对肝炎的病人，肝功能不正常，那他需要恢复肝功能正常。那对肝炎的病人是应该在运动中间去恢复肝功能正常，还是应该安静下来多休息去恢复肝功能正常呢？王彬的人动则血运于诸经，人静则血归于肝脏，对于我们的提示就是，对于肝炎的病人，要想恢复肝功能正常，应该要多休息，要早睡，要多睡，要避免熬夜和大运动量，这样才能使肝功能得到恢复。这是肝的第二个生理功能。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肝的连属功能。肝的连属功能有4个。肝的第一个连属功能，在志为怒，是指肝的疏泄功能与精神情志怒密切相关。怒是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一种情绪变化，一定限度内的情绪发泄是可以维持机体的生理平衡的。抑郁或者是烦躁就可以导致肝失疏泄，比如说长期的抑郁不解，不仅可以导致肝气郁结，见心情抑郁、闷闷不乐、胸胁胀满疼痛等等。大怒暴怒可以导致肝气上逆，可见烦躁易怒、面红目赤、头痛等等。我们要注意，怒，中医学书上把怒理解为一是抑郁，二是烦躁。其实我们应该理解，怒除了抑郁和烦躁之外，当人体紧张、焦虑、压力比较大，也都是属于怒的范畴。比如学生马上要考试了，他很紧张，这是属于怒的范畴。有一些炒股的人、打麻将的人，他们的压力比较大，还有一些人呢，工作压力比较大。这些紧张和压力等等，中医上面都是属于怒的范畴。肝的第二个连属功能，肝在体合筋，其华在爪。筋是指的筋膜，是连接关节肌肉的一种组织。爪是指指甲、脚指甲，为筋的延伸。筋膜、肌肉关节的运动以及爪甲的荣润光泽，有赖于肝血的滋养。当肝血充足的时候，筋有所养，肌肉关节活动灵活，爪甲红润光泽；而肝血如果不足，则筋失所养，出现手足震颤、肢体麻木、取身不利，甚至抽搐等等。而爪甲不荣，则可以导致指甲软薄枯脆。肝的第三个连属功能，肝开窍于目，是指肝与目的关系非常密切。当肝主疏泄功能正常，或者是肝血充足，目有所养，视力就会正常。如果肝血不足，就会出现两眼干涩、视力减退、夜盲等等。肝经风火会导致目赤痒痛，肝火上炎会引起目赤肿痛，肝阳上亢会出现头晕目眩，肝风内动则会出现目斜上视。我们学习了肝的生理功能以及相对应的病理变化，那么我们如何来快速辨证一个肝的病变呢？下面我们给出一个叫做必有症状或者是定位症状的概念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只有见到了以下的症状，就可以诊断为肝的病变。肝的定位症状有2组，
第一组定位症状就是胸胁、乳房、少腹，这个是指的肝脏以及肝经所过的部位出现了胀满疼痛。第二组定位症状就是抑郁和烦躁，表现出情绪下面的异常。这两组症状如果出现了，中医都可以定位在肝脏，可以辨证为肝的病变。以上是我们学习肝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，以及肝的定位症状。本节课就讲述到这里。